大家好，我是劉姐。面粉別總會蒸馒頭、包包子啦。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創意新吃法，出鍋真的是太香了。自從學會這個做法，我家面粉3天就用1袋，好吃又營養。想學的點擊屏幕上的有用，一起看看我是怎麼做的吧。首先，我們在面粉中打入2顆雞蛋，再加入80克的纯牛奶，5克酵母，10克白糖，喜歡吃甜的也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攪拌均匀，攪匀後再分次往裡面加入面粉，邊加邊攪拌，一直攪拌成面絮狀。這裡我一共加入了350克的高筋面粉，家裡沒有高筋面粉的，用普通面粉也可以。由於雞蛋的大小有所不同和面粉的含水量不同，我們用的面粉稍微的也會有所變動，大體就是在350到380克之間。攪拌成這樣的大面絮狀，往裡面再加入30克的黃油，1勺食鹽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然後下手揉成面团。黄油我没有把它化開，揉的時候要多揉一會兒，把黃油揉匀，和面团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我們和的這個面团最終的效果是一個偏軟的面团。如果自己的面团感覺有些硬的話，可以適當的往裡面加入一些牛奶或者是清水。揉的時候我們可以一邊揉面一邊用面团擦拭面盆，把面盆上面的面粉给它擦乾淨，這樣不浪費，面盆也打理得乾淨了。把黃油和面团充分的揉匀，最後揉好的面团是這樣一個偏軟的面团。揉好後把它放在面盆中，蓋上蓋子醒面10分鐘。這個時間我們再準備一個去皮的菠蘿，先把它切成厚片，再切成條，最後切成小丁。如果喜歡吃顆粒感大一點的，我們可以把菠蘿丁切得大一點。喜歡吃細膩的，也可以把它放到绞肉機裡攪碎。切好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裡面加入100克的冰糖，用筷子攪拌均匀，醃制30分鐘，殺出菠蘿中多餘的水分。面团醒好了，把它移到面板上，好好的揉一揉。剛開始揉面，面团比較粘手粘板，我們可以借助刮板，用刮板給它刮一下，像洗衣服一樣揉面。推拉揉搓，邊揉邊摔打，這樣更方便揉出手套膜。揉出手套膜比較費時，但是成品想要鬆軟拉絲，一定要揉出手套膜，這也是成品成功的關鍵一步。大約揉了8分鐘左右，拉開面團，有這樣薄薄的手套膜，不破裂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再將它整理成圓形。在面团的表面抹上一層食用油，這樣在醒發的時候不容易沾面盆，也不容易沾到保鮮膜上面。把它放到面盆中，蓋上保鮮膜，醒發至2倍大。菠蘿這會也醃好了，用筷子攪拌攪拌，看一下裡面撒出了好多的水。醃好的菠蘿不用洗，裡面的水也不用倒掉。接下來準備一個鍋，不用放油，把醃好的菠蘿直接倒入鍋中，先開大火炒出菠蘿中多餘的水分，用鏟子不停地翻炒。炒菠蘿我們一定要有耐心，把菠蘿炒軟，炒出水分。這個過程大約需要10分鐘左右。把菠蘿的水分炒出，汁水變少，菠蘿的顏色變得深黃了，往裡面再加入30克的黃油，繼續翻炒均勻，讓黃油和菠蘿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炒勻後，再往裡面淋上1勺水澱粉，翻炒均勻，這樣菠蘿汁更加的粘稠了。炒至菠蘿粘稠、晶瑩透亮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把它盛入盤中晾凉備用。
這會兒面團也醒發好了，體積明顯變大了，揭掉保鮮膜。像这样搓个手指不回缩，掰開看看，裡面也是滿滿的蜂窩組織。像這樣就醒發好了。把它移到面墊上，再好好的揉一揉，排排氣。把它揉成原來的大小，在面墊上撒上一些乾麵粉防粘，面團的表面也撒上一些乾麵粉，然後把面團按扁，再用擀面杖把它擀開，擀成一個圓餅，盡量擀得圓一些。最後把它擀成這樣大的圓的薄餅，厚度大約在0.3厘米左右，像視頻中這樣。接下來我們取一張吸油紙，把擀好的面餅放在吸油紙中間，在面餅的中間扣上一個盤子，然後順着盤子在周圍切成寬條，距離大約在1厘米左右。全部切好，把盤子取下來，這樣看着是不是特別的漂亮，像太陽花一樣。邊緣切出的麵條再給它編起來，先取一條向右邊按壓，中間隔着一條再向左邊按壓，中間的這條再向右邊按壓，然後再向左邊按壓，順着這個順序把邊緣給它編起來，這樣做出來的造型非常的漂亮。全部編好，中間再給它按壓一下，按壓緊實，這樣編好的造型看着是不是特別的漂亮？再把它整理一下，整理的圓潤一些。整理好後，把它放到烤盤裡，蓋上保鮮膜，2次醒發10分鐘。這個時間我們再準備一個雞蛋黃，用刷子把它刷散。刷散後把它放在一旁備用。10分鐘後，麵包生坯的體積明顯變大了，這樣就2次醒發好了。在四周邊緣給它刷上蛋黃液，這樣好看又好吃。炒好的菠蘿餡兒放在中間，把它整理一下。烤箱提前預熱5分鐘，把烤盤放到烤箱的中層，開上下火170度烤20分鐘。時間到了，取出來，哇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特別的香甜，看着就很有食慾。這樣我們的菠蘿包就做好了，表皮金黃，捏一捏還很酥脆，而且帶着菠蘿的香甜味兒。吃的時候我們可以直接掰着吃，也可以切成小塊，這樣更方便使用。咬上一口，表皮焦香，內裡暄軟，還有菠蘿酸酸甜甜的口感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比饅頭包子還要好吃，做法也是簡單易學。如果你喜歡，就收藏起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轉發，點我頭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視頻。我每天都會發布不一樣的視頻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